夜幕降临，城市渐生睡意，这个地区才正要苏醒。我们现在讲的是早上好，我还有，为什么我还有呢？你看是晚上对吧？尽管是晚上，我们见了面我还有的同行业或者工作的人，今天第一次见面就是早上好，我们一起从现在开始好好工作。东亚第一红灯区歌舞伎町自有独特作息，跟着资深案内人李小牧的步伐，深入街头巷弄，感受特殊脉动。你像这里，我刚刚来的时候，没有这么多餐厅，现在全是餐厅，对吧？全是饮食店，以前不是，以前80%都是情色店，那些色情的这些牌子你看不到了吧？就在我们眼前，唯一一张35年前有的，今天还在。这是个偷看的剧场，柳州不偷看。李小牧出身中国湖南，年轻时就在歌舞伎町当案内人，负责引路介绍酒店，说通俗点就是皮条客。歌舞伎町一待30多年，如今60年纪，已是业界公认耆老级人物。哎呦，咱们刚刚那个男的是什么？拉客的。我当年在这大街上拉客的时候，他就在拉客。这个老太太已经80岁了，她以前卖身的。在歌舞伎町拍摄得李小牧作陪，才能确保一路畅行无阻。尽管历经大规模扫黑，黑帮势力不如以往猖獗，这里依旧是治安重点防治区。歌舞伎町的交番，我们叫警察所嘛，是全日本最忙的。最忙的交番，最忙的警察所就在后面。因为他喝酒的多呀，事情多啊，以前有流氓呀，开枪啊，杀人呐，什么事都有。所以一个真正好的警察，要想得到锻炼，必须到这个交番来工作1年，很多是这样，而且很多警察都认识我。打滚多年已成活字典，黑白两道都来取经。当初能在黑道帮派群雄割据下过活，靠的就是外国人身份，专拉台港客，不抢本地人地盘，意外开发出只属于他的独占市场。怎么讲呢？因为歌舞伎町嘛，毕竟慢慢开始来外国人，需要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们也管很多店嘛，我帮他们的店带过去，他们也能挣钱的。全盛时期回扣能抽到90%，甚至拉过不少知名影歌星、企业人士。如今李小牧虽已不再拉客，转行开餐厅当老板，甚至斜杠当起 YouTuber， 依旧坚持案内人形象。我那个时候都是，不管冬天、夏天、春秋，都是穿西装。像现在这么热的话，有的是穿着衬衣打个领带的。只要站在大街上，就当这是个公众人物。久仰，一直看你那个 YouTube 在播一些YouTube 播的节目。你要给人家一种信誉感，那这种信誉就是从你综合的帅，给人家一种安心。穿那个邋邋遢遢的，讲话的歪歪嘴嘴的，那不对的，是吧？你们是来旅游的干嘛？对，旅游的。同志在走路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停下来听你讲几分钟了，你可能就是在几秒钟或者10几秒钟，让他停步，递出一张带我自己照片的名片给他。是吧？能跟您合个照吗？可以，真的可以吗？可以。语言的表达能力、表演艺术，还有了解对方的，你要有心理学、交际学、公共关系学，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拉客这个东西就是个综合的艺术，就像到外面去谈生意一模一样的。这里既是我的餐厅，也是我的竞选事务所。我竞选的时候把这里当事务所在用的。人生上半场的训练，淬炼成滋养下半场的养分。李小牧餐厅里随处可见他出的书，以及竞选区议员的海报。警察大学里面，我出一本书就有一本书，
因为他们要了解中国人在日本的犯罪，外国人在日本的犯罪是怎么回事。不单只有案内人这个标签，他后来成为作家，甚至涉足政治。这个政治也叫政治も政治も自由に言える。哎，因为我晚上是搞姓氏的嘛，以前是吧？做案内人嘛，现在白天我做政治嘛。厕所也有海报啊，对，也还有，这就是日本的厕所文化，就是充分的利用厕所，因为进到厕所里面不仅要干净，女孩子补妆，而且她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慢慢的看里面的东西。竞选理念是为新宿区外国人及风俗业者争取权益，尽管2次参选都失利，但李小牧从政野心没被浇熄，决心再接再厉，直到当选。黑酒的牛郎织女妹就是一定被人家看不见，他也有他努力奋斗的一个过程，只是他当年的家庭环境不好，读不起书也好，或者怎么样也好，或当时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，只是职业不同而已。只要是合法的在歌舞伎町，他们就是正规的人，就是正规的公民良民，只要他拿税了。这全是男孩子陪女孩子的牛郎店，这全是牛郎店。这种店以前在满大街都是，包括那个楼全是这女孩子。现在女孩子的店反而少了，因为他们的钱反而挣不过男的。你看他一年能挣1亿8千万，因为日本妇女的地位比较低，这就是很大一个社会问题。所以女孩子如果被男孩子捧起来，又做公主，又做公主，又做皇后的时候，所以女孩子愿意去消费。不同于外界看待歌舞伎町，难免夹带有色眼光。对李小牧来说，这里展示人性最赤裸、真实的一面。没有框架、阶级，只要肯拼，就能找到一席之地。他称这里是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，简称哥大。其实我之所以后来喜欢上日本而不愿意回中国，因为我在这里待了5年以后，我就非常明白了，这才是我真正要追求的自由社会。只要在一个大的法律的框架之下，不违法，你干什么都 OK。那就是说，日本的法律对我来讲是很宽松的，它有情色的地带，有情色，可以喝酒，可以自由恋爱，对吧？从歌舞伎町本身它就已经体现出来。异乡漂泊几十载，更规划为日本籍，就为吞吐自由空气。在这座不夜城，李小牧持续穿梭灯红酒绿间，扭转外界形象，为自己的人生居留地翻新注解。